园艺圈里都在用这些垃圾养花，不用花1分钱，养花效果超过100分，废物立马变宝物，简单还好使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教大家把废物变成养花神器的内容。家里有这些垃圾的，以后都别再扔了，扔了等于扔钱。下面就先从一种水果皮说起。香蕉皮的3种用法。用法1：发酵水肥。香蕉皮中营养元素很多，特别是钾元素。这个钾元素对于花卉来说，既能养根养枝叶，又能提高抗高温和防冻害的能力，所以我们就要好好利用香蕉皮。平时吃完的香蕉皮，我们可以做成液体肥。做法是把香蕉皮剪碎，装入塑料瓶里，然后加入适量水，拧上盖子，注意盖子不要拧紧，水也不要装满，大概留下1/5的空间，避免发酵过程中瓶身过度膨胀，引发危险。都弄好后，把瓶子放到阳光下曝晒，高温天气大概1至2个月就能发酵完成。为了降低发酵过程的危险，中途发现瓶身膨胀的话，要拧开瓶盖放出气体。发酵好的香蕉皮水肥1:100兑水浇花效果特别好，特别是对水浇多肉，会让多肉的叶片又圆又胖。补充说一句，香蕉皮在装瓶之前放在冰箱冷冻一下，有利于更好的发酵。用法2：晒干磨粉。香蕉皮不但可以做成液体肥料，还能做成粉末的肥料。做法就是把香蕉皮放在阳光下暴晒，等到完全晒干后磨成粉末。无论是我们给植物换盆的时候，还是平时植物长势不旺的时候，都可以在土里面加入一点香蕉皮粉，不但能提升植物抗病虫害的能力，还能让绿植的茎秆长得更加结实。但这种粉末也要注意，不要使用过多，避免引起烧根。一般直径10厘米的花盆，用1至3克就差不多。用法3：制作营养土。香蕉皮不但可以做成肥料，还可以做成营养土。制作方法就是找一个大桶，先放1层土，然后上面再铺1层香蕉皮，然后喷点水，接着再铺土，再放香蕉皮，再喷水，就像做三明治一样。桶快满的时候，要保证最上层铺的是土壤，然后把口封好暴晒。期间需要每隔半个月左右打开，喷水并搅拌，然后继续封口曝晒。如果是夏天的话，大概2个月左右就能发酵好。发酵好了以后，香蕉皮会和土壤完全融合在一起，会呈现蓬松的状态。但如果发现土里面有一坨一块的东西，需要捡出来扔掉。香蕉皮发酵后的土壤疏水和透气性都非常好，用来养花，不用担心植物烂根和僵苗的问题。但是使用这个发酵土的时候，最好再加入等比例的营养土，比较安全。下面再说一下利用厨余的5个小妙招。第1个小妙招：土豆皮。我们都熟知土豆皮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大量淀粉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往往将其直接丢弃。然而，我们其实可以将这些土豆皮收集起来，用剪刀将其剪成小块，然后放入矿泉水瓶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进行1周左右的发酵。经过1周的发酵，土豆皮中的营养物质会完全融入水中，形成一种对花卉具有良好滋养效果的营养水。在使用时，我们只需要将发酵好的水与等量的清水混合，以1:1的比例浇在花卉上即可。这种方法简单易行，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资源，还能为花卉提供营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种发酵好的水味道会带有酸腐气味，因此不适合直接喷洒在花卉的叶片上。第2个小妙招：阿司匹林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阿司匹林是一种常见的降压药，许多中老年朋友都在使用。通常1瓶阿司匹林有大约100片，但由于用量不易控制，很多时候药品都无法在有效期内用完，只能过期丢弃。然而，你知道吗？过期的阿司匹林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的用途。阿司匹林中富含水杨酸物质，这种物质对花草有着非常好的滋养效果。只要我们将阿司匹林放在纸上，包起来，用擀面杖把它碾碎，之后倒入水瓶中稀释，就可以用来喷洒在花的叶片，或者用来浇花。不过，这种方法只适用于那些喜欢酸性的花，对于碱性花卉则不适合。阿司匹林水在浇花的同时，还有一个额外的功效，那就是防止土壤板结。第3个小窍门：大米。
平时我们吃的大米营养物质非常多，尤其是 B 族的营养元素。在我们平时淘米的过程中，可以保留第一遍洗米的淘米水，经过发酵后，它可以成为一种对兰花等植物非常有益的肥料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操作较为繁琐，还有一种更为简便的方法，那就是直接使用大米作为肥料。你只需在离植物根部3厘米左右的地方挖一个2-3厘米深的小洞，放入20-30粒大米，花盆的左右两侧可以同时进行。这样，由于湿润的土壤中有大量的微生物，这些大米会逐渐腐烂变质，其营养元素会慢慢渗透到土壤中，被植物根系吸收。此时，这些大米就成为了土壤和植物的天然肥料。第4个小窍门，大蒜皮。我们都清楚，植物生长过程中，氮磷钾是必不可少的元素，而大蒜皮含有丰富的钾元素，因此它成为了一种理想的植物营养补充来源。你只需将大蒜皮放入水中浸泡，发酵一段时间后，就能得到富含钾元素的大蒜皮水。为了保证植物能够充分吸收，你需要将大蒜皮水稀释3倍，然后用来浇花。此外，你也可以将大蒜皮直接埋入土壤中，这样不仅能给花土提供丰富的钾元素，还能起到驱虫的作用。大蒜皮中含有一种名为硫化物质的成分，这种物质具有一定的辛辣味。我们知道，种花的时候经常会有小飞虫出现，尤其是那些香味较重的花卉，如栀子花，更是小飞虫的乐园。而大蒜皮中的辛辣味和硫化物质的味道，正好能将这些小飞虫赶走，让你的养花生活更加舒适。但是，如果你的家中经常开窗，风可能会将大蒜皮吹得到处都是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建议你将大蒜皮埋在土壤中，这样既能满足植物的营养需求，又能避免大蒜皮被风吹散。第5个小妙招，鸡蛋壳。平时炒菜烧汤时常常会用到鸡蛋，以增加菜肴的营养价值。然而，用完的鸡蛋壳往往被我们直接丢弃。其实，这些看似无用的鸡蛋壳，却有着诸多实用的小妙用。其中一个就是为花土提供营养。鸡蛋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物质，将其碾碎后，我们需要用清水多次清洗，以去除其中残留的蛋液。清洗的重要性不可忽视，如果不进行清洗，时间一长，鸡蛋壳就会发出难闻的臭味，同时还会吸引大量的小飞虫。完成清洗后，我们可以直接将鸡蛋壳撒在花盆中。每当浇水时，鸡蛋壳中的营养物质就会慢慢渗透进土壤，为花卉的生长提供营养。这样的方法既环保又经济，是养花种草的一种理想方式。除此之外，为花土制造肥料的小窍门有很多，但有一些细节容易被忽视。养护细节： 1. 我们要尽量避免使用自来水来浇水，这是因为自来水中含有氯气，对花卉生长并不利。解决的方法很简单，我们可以将自来水接到桶中，然后放置在阳光下晒几天，这样氯气就会完全挥发掉，自来水就变得适合浇花了。2. 我们还可以利用鱼缸里的水来浇花。鱼缸里会有鱼身上的一些脱落的粘液或鱼鳞，以及鱼便便发酵之后的微生物，这些都是很好的肥料。用养鱼的水来浇花，不仅能给花卉提供养分，也是一种环保的做法。3. 熟悉植物喜欢的环境，这可以通过查询资料或者向花店老板咨询获得。你需要知道植物是喜欢阳光直射，还是散光，或者更喜欢阴凉的环境。其次，浇水的时机和量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不同的植物对水分的需求不同，有些植物喜欢干燥的环境，而有些则需要更多的水分。此外，有些植物喜欢寒冷的环境，而有些则更喜欢温暖。因此，在浇水和提供生长环境时，需要根据植物的具体需求来进行。4. 我们要经常摸一摸养花的土，这是因为通过触摸，我们可以感知土壤的硬度。如果发现土特别硬，那么就已经开始板结了。这种板结的土就会让根系无法呼吸，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。因此，我们要尽快的换土，以保证植物的健康生长。另外，随着花的不断长大，我们也要给它更换更大的花盆。这是因为花盆过小，不仅无法满足植物生长的空间需求，还会导致土壤板结，进而影响植物根系的呼吸。所以，定期更换花盆，保证植物有足够的生长空间，
这些都是我们养花时要注意到的基本事项。当然，我上述所说的这些只是养花的皮毛，如果您想把花养得更好，多学些专业的知识。花友们如果还有其他的养花小秘籍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